这个比赛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传说中的叶枫跟何俊的比赛。今天晚上有很多比赛，包括灰灰也在。灰灰呢也会跟何俊打，包括跟小鸭，还有陈阳，还有秦红。那现在呢是同步啊，灰灰和秦红正在打。但是呢，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，因为这个灰灰跟秦红的比赛呢，我们昨天播过了，所以说今天我们现在啊来一首叶枫和何俊的比赛啊，何俊的比赛。那晚上一会儿呢，还有别的比赛啊，灰灰的比赛也有啊，我刚才去看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懂得都懂啊，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然后晚上好，欢迎回来，欢迎我狼回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比赛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们来的稍晚一点啊，这个8点06分我才弄上，我来的时候已经1比1平了。这时候呢是2比2平，然后目前来讲呢是叶枫呢占这一局的优势。然后打这个何俊呢，上一次比赛呢叶枫是赢了何俊啊，当然何俊呢赢了灰灰。昨天的比赛呢，何俊跟灰灰昨天晚上何俊跟灰灰也是赢了灰灰，何俊是双杀灰灰啊，抢12和抢10都赢了。当然打这个叶枫，目前来讲2个人差不多啊，叶枫呢刚赢一局，这一局主要是这个8神玩的太好了啊，主要是8神玩的好，所以说就这个情况啊。哎呀，番茄哥来了啊！今天晚上比赛多啊，今晚上比赛多比较杂，有的时候呢全程可能录不到，比如说我这个比赛没有完，那边就开始了，所以说呢，在某种情况下，希望大伙能够理解啊。这个可能同时进行的比赛，我们挑一个相对来说收视率高一点的啊，相对来说高一点，或者说是相对来讲没那么无聊。这个不是说技术的无聊啊，大家伙都了解，这些高手的技术啊，他都有。除了所有人跟灰灰可能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，亿万富翁那个亿啊。主要就是啥呢？有的时候吧，你打起来吧，就会就是他可能他在演，你知道吧？好，刚才很细节啊，直接打了对方一个强制转身。这个1P打2P是有强制转身的啊，所以说刚才这个龙2可能大伙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啊，但是这个很好理解啊，就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这个就是打转身，你没招啊。瓦狼复活了，对的。好，开局一个崩，这个怎么说啊？好，抓过来。瞅你那个秀才的呀子！好，看看2个8神，这一局又是一个1v3局面。我一来怎么感觉这个叶枫就跟疯了一样啊？好，磨死这个没办法，其实有气儿啊，但是这个气儿呢，你前能量闪身也不行，后能量闪身更不行，因为你防不住，这个一丝血都没有了啊。叶枫要千鹤发挥好一点，何俊不好打。叶枫以前叶枫老被称之为千纸鹤，但是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最有灵动性的这个千鹤就是叶枫，因为灰灰的千鹤呢主要是打防反特别厉害，进攻的话呢也是小半无解，但是在牵制的过程当中啊，不如这帮人强，比如说何池和叶枫。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玩千鹤的人啊，真的是层出不穷，比如说新颖。比如说书生是吧？这2天看他千鹤玩，真说玩的话灵动性很强，尤其是现在啊，这种27连、28连完全就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这种活了，就是说基本上都会练了啊，都会练了，所以说也谈不上啥。所以说这个叶枫呢，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有点千纸鹤，只要千纸鹤发挥好，对吧？超级玛丽跟8神。以前我个人觉得啊，就是千纸鹤还谈不上特别纸，主要是啥？主要是面疤啊。好，声音小是哪个声音小？兄弟们，是拳皇的声音小还是我的声音小啊？待会儿好，来说一下是拳皇的声音小还是我的声音小？我有点蒙圈。我说话的声音小，兄弟们说话声音小吗？
还算可以。我现在又加强了一点点啊，我不太清楚啊，有的时候可能耳朵方面不一样。你看啊，已经是连续3局了，叶枫的这个8神啊都是1v3的局面，这么打不行的啊，这么打不行的啊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可以吧？哎，现在草莓真便宜。我挑个大个的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么大个的一个草莓啊，这么大个一个草莓，7块钱一斤啊，7块钱一斤。好，5比2。这我一来进来的时候比分的是，2比1。然后呢，何俊呢刚刚把比分追平，追成了2比2。现在比分5比2啊，5比2，然后连胜3局。现在还有草莓，丹东99草莓啊，感觉隔壁韩国人都馋哭了啊。这个龙二打这个叶枫的8神看起来不好打。这里面我其实知道的啊，有很多人适合玩1P，有很多人适合玩2P。天生一出来玩1P和玩2P不一样的人大有人在，比如说黄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呢，真正无双高手玩哪都一，哎，这什么鬼呀，前倾腿呀！这个前倾腿纯属有点扯啊。你那个10块钱3斤的，我不跟你犟啊，我这10块钱4斤，好吧，甚至10块钱5斤。你那小草莓，我随便挑2个，你看一下多大啊？这么大草莓啊！西红柿才这么大，看西红柿才这么大，这么大个草莓7块钱，你给我，不是这，那你的草莓品种不一样，我这也有便宜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双方平打，千鹤稍微吃点亏啊，但是为什么要说稍微吃点呢？主要就是感觉这个气势上啊，这点血的千鹤不怕这个猴子，卡过来。哎呀，这个柿子好吃啊！晚上没吃饭，兄弟们啊！直播带货草莓，草莓现在不好邮啊。好，再蹬麻了个蛋，反身位毒奶。他这个跳臂挥空落地抓，这个踢的时间非常需要注意的。比如说你像7加社打没有指定头的角色，他这个站轻手挥空，或者跳重腿挥空落地抓，跳轻腿挥空落地抓，你完全就是你感觉一定会先防住。你防的话，对方不就抓不到你了吗？就得等一会儿才能抓到你。你有防御姿态，他抓不到你的。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直接他就为什么他就挥空了啊？明明他踢过来，我都已经看他踢到我身上了，但是没有判定。哇，这个升龙堵得非常准，一丝血，还有机会抓，但是没有气儿，血量够了，可以，血量够了啊。OK 啊 ，OK，5比3，主要是让我毒奶了一口啊，毒奶是真没招，哈哈哈哈。好，面对龙二，这局啊，这个龙二应该有气势了啊，主要是开始打牵制，小洛能不能踢出来？好，打乱动，这样的话有晕点，看一下1点半，再摸。空中跳 C 呀，这个跳 C 没敢出，这样的话阴点消失，回身一崩。龙二抢空啊，最牛逼的就是跳 C 啊。好，2次横蹭站轻腿接抓，第一次站轻腿，这时候反打晕了。第一次站轻腿防住，然后想切防，第二次他走过去，而且他走的距离不是特别近。他是直接走到了对方最极限的位置上，因为站壁如果要是离得远的话，那不就是远壁了吗？就不是说近距离那个需要蹲防啊，需要那个蹲防才能防住的那个技能啊。刚才打得非常准啊，不过猴子也不虚，开局爆气，直接超杀，一下就把这个8神带走，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气儿啊。
好，蹬一腿过来，下扣压制，破防再扣，没有气儿，猴子被压得很惨啊！追过来打晕。其实这个游戏如果按照理论上来讲啊，某些角色打某些角色，在对方没有气儿的情况下，基本上是属于90%压制成功的，你没有招的啊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需要摸奖，需要赌那10%的机会，有的人啊就能猜，哪怕只有这一个机会。好的，这俩人在玩呢。他这个闪身过来直接升龙啊，这招倒不是玩，但是这个八神的这个指令头明显是指令有错，指令有误，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拳皇画质设置一下，太低了。什么画质低？我这能设置吗？我这还设置吗？啊！哎，鬼哥，一声金币的声音，鬼哥直接一手大飞机尾巴长。感谢我们的鬼哥，这鬼哥这突然一手大飞机啊，打响了今天晚上的1星号角，兄弟们，这个给个1星的机会，直接1星了，这升1行啊！你们哥几哥俩这店儿，我这个画质不行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调，我看一下啊，还是能调的啊。游戏设置，画面设置，防闪烁，街机画质，普通画，极致画质。我保存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调的极致画质啊，我保存了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起来怎么样。好，重手加前轻手，直接打晕。这个6比3的比分，这一局他是把这个8神放后面了啊，可能对方的排列顺序啊，他寻思用千鹤首发也可以，好了一点。好，看看啊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鬼哥啊，必须好起来，那必须的。你看现在这几天一直也有比赛啊，正好是有比赛。虽然说比赛不是什么大型的荣誉比赛啊，属于那种野赛赞助。啊，不过号称明天晚上说是有什么比赛，明天晚上是有那个广西和重庆的比赛。就是说组队赛啊，5v5，然后呢，不知道这个都有谁啊？反正灰肯定是跟何俊领先了吧，对吧？然后广西没有那么多人，可能再稍带点别的，可能是这样的啊。10月底到期，无论是我的合同到期还是我的房租到期啊，都是10月底啊。猴子超杀这么多血，对呀。你们老说，哎呀，猴子既然是5强，为什么玩的人少呢？第一，他上手太难了，玩进去越往后玩越难，而且呢不稳定，上限很高，下限很低，所以说玩的人少。玩的人少不代表他不厉害。猴子之所以厉害，首先就是轻攻击就能接必杀，成功率非常高。一旦接上超必杀，那个伤害那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，有点类似于像红丸的超必杀了，对吧？相比于8神的那个超必杀。那就完全比不了。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超必杀，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千鹤的超必杀啊。千鹤的布阵超必杀一旦打中了，那就是秒嘛，对吧？那就是秒，这个毋庸置疑，因为会打晕，打晕就死嘛。但是你猴子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比如他那个超必杀可能打个5、6秒，就在这5秒钟的时间，他就能打出巨额伤害。往往就这么一个超必杀啊，就是一杀定乾坤，对吧？而且猴子长气速度不慢。好，这是超级玛丽翻盘局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啊。广西不是河池吗？那河池能不能打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河池跟灰打，那可能是大赞助才能打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河池何俊双河傍身，但是现在河池比较现在明显在97这个圈里啊，明显是河池赶不上何俊啊。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明显赶不上何俊啊。好，咱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如果要是老二，说难听点我真的啊，他如果是好好玩97，就是啥也不想，我个人觉得他
他打回这个2002年的那个状态，也就是说4S 状态，即便是4S 当中靠下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，对吧？你现在确实给人一种感觉拉了一点儿，那试问一下，那是对吧？你这个什么的游戏都玩，那肯定就不行了，不钻不行。你像人灰灰对吧？你的顶天就是玩个98里的千鹤，还不玩别的角色，98很少玩，人也不拿那玩意儿吃饭。就像广州小孩也主打这个什么一些这个为国争光的赛事，那其他的不玩了啊。好，这一局给人一种感觉想要翻盘的样子，但最终玛丽呢打8神，玛丽其实打8神不好打，很多人都了解啊，除了不可防御波之外，再就是说这个在拳脚对抗上啊，这个玛丽不合适，而且呢对于人物来讲呢，并没有什么克制8神的地方，相反呢，玛丽呢克龙2，玛丽克龙2克大猪。啊，对吧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呢，他打千鹤有奇招，只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啊，最顶尖的玩家来讲呢，玛丽是被千鹤克的，玛丽会被千鹤克的。但是呢，总觉得因为玛丽打千鹤有各种各样的 bug 可以玩，就觉得好像玛丽克千鹤一样，其实不是的啊。就顶尖玩家的话，玛丽打千鹤确实不好打。来看看6比5之后，这一局龙2把这个拳脚啊给你牵制的非常好，你看落地踢一脚，哎，等你先出招，我回身下重手，确实太赖了啊！狼哥催眠曲是什么啊？晚上就有安徽打广东啊，我这边是看这个叶枫跟何俊，然后呢一会儿呢何俊和灰灰还打，一会儿何俊和灰灰还打，何俊还打陈阳，还打小鸭。现在正在打秦红，但是还打谁我就不知道了。跟秦红结没结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狼哥这剧本我怎么看？什么剧本？哎呀，大家伙都是在这个圈里混饭吃的啊，现实生活中也有啊。前两天我看那个皇马赢拜仁，对吧？双杀拜仁，进球肯定是还好，但最后那个，对吧？最后那个球裁判处理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。好，一个洗逼的鸭子。一个是洗逼的鸭子，一个是搞基的鸭子。好，哎，小3连直接带走，节省1颗气。猴子这个很多人说，那下逼下 A 如果要是不接旋风，能接其他招吗？那你就再接个轻手吧，那你就再接个轻手吧，要不就接必杀，要不就是旋风。但是这个旋风呢，你拉下蓄力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拉下蓄力单点蓄力不好蓄。必杀，漂亮，直接轻腿粘墙斜扎。反应速度非常快啊！其实这也不叫反应速度，这是多年玩猴子的经验啊！哎，骗！刚 CD 出现了挥空，蹬一腿，现在翻盘机会几乎为0，因为还有这个8神啊。好，直接逆向一挠，6比6平，兄弟们，6比6啊！我那个电影目前就别想了，兄弟们别想了，那电影里面还有老黄的啊，泡黄老板，何俊第1猴。我认为何俊是第1龙2加第1猴子。我认为啊，第1猴子我觉得应该是毫无争议。第1龙2呢，这个第1龙2吧，我觉得巅峰河池就必须让他玩龙2的话，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包括包王的龙2呢，我觉得是啥呢？他俩打龙2啊，我不敢保证谁赢，但是他俩的龙2打灰灰打灰灰打河池，打什么其他人，我觉得还是何俊的厉害。就是说他俩1v1龙2我不知道，但是呢他俩用龙2打别人，那包王的龙2就有点微拉，知道吧？那老二现在不玩龙2啊，放弃了呀。3文鱼多久没吃了？我说句实在话，3文鱼我大概得有1年没吃了。11个月吧，我上次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吃的，11个月没吃3文鱼了。我刚才看到我们的波神了啊，波神呢是，在那个留言，也就是说那个历史弹幕里面我看到了，因为就是在白天放的时候啊。好，我们97小狼，昨天我们刚聊过啊，就是以前那个欧皇小无寒。以前这个欧皇，关键是欧皇是欧皇啊，这个不知道抽奖能不能抽中。这个目前来讲1红都没有抽到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抽到这个，我记得最牛的能抽到那个5000的那个奖品啊。
但确实几率太小了啊。狼哥又开始播了，对呀。好，猴子真难打。猴子是什么呢？你不要跟他打牵制，你就进攻给他打废。你看他回马枪都能夹到，这个啥裤裆啊？这裤裆，这才是真正的用裤裆夹。他这裤裆夹的是狠的啊！好，跳地接升龙，就压制你。你看，就你给他压住，漂亮，还有木压，战臂重手，前倾接爆。毕竟是超级玛丽啊，但是打八神不好打。不过好在这一局啊，血量少一点点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最重要是比对方多2颗气，八神铁是没有气。开局2点接玫瑰，这一下1/3血将近。不崩，千万不要乱崩。玛丽的钢 CD 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弱的钢 CD 之一了，我跟你讲啊。好，忍一手，下臂前跳过来，哎，这个重腿完了。你这个重腿架招给人一种骗 CD 的感觉，给人一种要接玫瑰的感觉，但你明显有点嘚儿啊！阿鼻的钢 CD 更嘚儿，好多钢 CD 都可嘚儿了啊！其实带位移的钢 CD 啊，都挺嘚儿的。其实什么钢 CD 带位移？克拉克、拉尔夫、玛丽，这都带位移。特瑞也带，特瑞的钢 CD 也这个不是说错了，特瑞说错了啊，不是97啊，不是97。特瑞97的钢 CD 并不是 CD 的姿势，它是重腿的姿势，还是近重腿，一个高抬腿。带位移的钢 CD 吧，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嘚儿。拉尔夫一个钢 CD 通背拳啊，通背拳这个招啊，在现实当中非常厉害的。有注意那个有没有注意那个什么？注意那个拉尔夫去了？有没有注意那个 UFC 的或者 MMA 啊？就是说白了，综合格斗，通背拳非常厉害的啊。你看那个前一阵那个比赛，张伟丽嘛，一手通背拳，对吧？他跟那个谁的2番战啊，一个通背拳直接给人 KO 了啊。能不能多播播？我都播好几天了呀，兄弟！至少在合同到期之前，我是一直要播的啊，兄弟们。大蛇的钢 CD 是手肚皮原地顶一下，那不算位移啊，那不算位移。玛丽这是位移，钢 CD 位移特别有意思啊。其实有好多的角色啊，钢 CD 的时候并不是那个重击的那个姿势。猴子，你看钢 CD 就是重击的姿势，大猪也是用大肚皮往前顶，对吧？这个八神也是，但是特瑞就不是。待会儿看没看见特瑞就不是啊？你们还能举出来哪个例子啊？就是不是原本站 CD 的姿势啊，钢 CD 是另外姿势的，你们想一想。好，看看。续约麻豆，我自己有传媒，我续什么与什么麻豆啊？只能说是战略合作啊。好，6-7之后，这感觉叶枫这啥也不是，一连粉刺了呀，这是。前期5-2领先何俊，然后6-3，现在变成6-8，对吧？明显已经拉了，有点微拉啊，有点。5连叶枫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啊！现在广西的扛把子是人家何俊，不是何池了啊！虽然说我，哎呀，这啥呀？虽然说我相信何池如果要是勤加苦练，1-2个月，都不用时间太长，1-2个月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再提升实力。干不过灰灰，我觉得这辈子啊，估计确实干不过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想要回归巅峰的话，巅峰状态那几个人之间的其中一个，我觉得何池还是有机会的啊。小狼传媒招男演员嘛，蜀中无大将，小狼自己上啊。需要什么男演员啊？我们这边女演员无限招，然后男演员就我自己，非常无敌。神乐也水，神乐的钢 CD 跟战 CD 原本是一样的啊。
一周能打赢何俊，其实吧，就是还是看苦不苦练，就跟减肥似的。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减肥，除非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啊，如果要是暴瘦的话，容易一病不起。不提倡啊。大多数正常人的话，没有病的话，想减肥是最简单的。但是为什么不好减呢？就都知道苦练就能成才，对吧？尤其是像这些有天赋的人，没有天赋还另说啊。像他本身是有天赋的人，又没有什么，对吧？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碰到这种情况之下啊，苦练一定能成才，一定能提升。但为什么不练呢？就是可能是懒啦、躺平啦、懒惰啦，或者说是一些各方面原因吧，啊。好，刚才呢骗了对方，闪身之后一手下盘2点接布阵，直接把对方带走。比分呢并没有一如既往的变成6-9、7-8，但是最后呢鹿死谁手，我们还犹未可知呢啊。老 K 呢，老 K 现在双神的能力是没有了，兄弟们，双神的能力是没有了。以前是有双神能力，是最起码打灰灰能打啊。无论你们觉得是不是灰灰在演啊，我觉得都是能打。但是现在是什么呢？打灰灰不能打，打其他人也不能打了，对吧？打其他人也不能打。以前也就包王稍微克一下老 K， 现在好多人打老 K 都不虚的啊。主要觉得还是啥，老 K 玩的少了，对吧？这个也有点饥饿营销啊，这个饥饿营销很重要的。如果天天去玩，不仅耗费了大量精力，而且直播的效果并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好。现在好多人玩活，直播效果反而比现在这些元老级别的技术好的主播要强。比如说有好多人玩活的在那个某音，人家人气非常高，赞助也不停，接广告接到手软，对吧？这个带货也带到无敌，对吧？人家赚钱不比，应该说比这帮人要多的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咱也不吹不黑的，对吧？老 K 呢，你要天天来直播就没有那个新鲜感了，那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那就说白了就没啥事儿出来播一播，啊，赚点钱儿，对吧？你明星你365天天天开演唱会。那肯定不行，一年开个1个月2个月的巡回演唱会，开完之后就度假就行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保存好自己的实力。老 K 我相信他没事在家里，他可能还会在训练的，他不可能让自己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技术啊下降那么快，他最起码要维持，但是现在明显有点不太行了啊。天天打，天天玩，天天有努力向上。早晚有收获，你天天不玩就不行。好，2点3点必杀可以。如果我跟你讲，就老 K 的天赋啊，老 K 天天开直播，他就是语言没有天赋，他天天开直播，他的最起码他技术能回归 S 级别，是吧？就大伙能理解吧？啊，人天赋确实摆在这儿。但是如果天天不玩，你这个东西没法说的，状态会下降的啊！我不知道大伙儿们理不理解，有好多咱们大伙儿是特别擅长的东西，每个人都有吧？你要是好长时间不整，对吧？好几个月不用，你瞬间你就下降了，你需要把状态找回来。包括现在那个，比如说很多竞技的，比如说足球，啊，对吧？足球，比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伤病1年没踢球回来，你肯定会菜一点，你都要找回状态，对吧？包括体力也很重要啊！你像陈文俊为什么现在弱？我跟你讲，陈文俊大伙儿曾经的4S 为什么现在弱？因为有的时候直播他不让他要虎门销烟，你知道吧？他现场打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抽，所以说，即便像他这么有天赋的人，对吧？他不玩，好不容易开直播，还必须得避开这儿啊！打着就没有烟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不行，你知道吧？都是啊，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老板赞助比赛特别有意思，禁烟的，啊，禁烟，全程不抽烟，看谁玩的好啊。但是吧，毕竟呢，这个游戏也没有啥人才了。现在我相信有很多小年轻17、18、9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绝对他们绝对天赋比灰黑老 K 要高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第一它不更新，第二它也不是国粹。第3，它也不是什么热门项目，对吧？考大学都比练这个游戏有出路。我这么说，真的，实话实说。啊，当然考大学肯定有出路啊，是吧？因为下限比较高嘛，啊，毕业了找个工作啊。但是大伙应该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你现在要真说97就跟乒乓球似的，全民都练，那我告诉你，再加上灰老 K， 他就是有天赋。找一个跟他们天赋差不多的，你要知道他们都35、6了，37、8了。这我说难听点，搁小的时候，搁我们90年代的时候，
就是老逼灯，我实话实说。2点升龙，哎呀完，这个有点打的有点远了，所以说夏青手2点接小升龙接不上啊。想打正身位，他想打正身位的这个28连，但是呢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最后呢有点推的有点远，所以说他直接补了一个下青腿啊。对呀、你要现在很多，你现在那些王者荣耀，想当年那些牛逼人，想当年德华还他妈是吕布国服吕布，是吧？想当年张大仙儿还是超级露娜。现在这个年龄摆在这儿，再加上版本一更，再加上，是吧？这就不一样了，没有刻苦训练的这个动力，或者说他练这个意义不大了，主要还是搞，是吧？搞直播了。你像曾经很多的绝活哥，现在也不行了，年龄也大了，对吧？时代也变了，那总有一些小年轻，人家那个反应速度，人家那个游戏思维，那老厉害了啊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啊，叫《安德的游戏》。安德的游戏那个电影就是必须要找一些小年轻指挥这帮人打仗啊，老登已经不行了啊。拳皇开蒙谁教的？就自己在游戏厅里面学的呗。好，看来比分要7比10了吗？这一局何俊的优势非常大。你看这个刚 CD， 这个刚 CD 跟2逼一样，全世界最2逼的刚 CD 之一呀！这个玛丽呀，我操！必杀结束。哼，这么一看啊，何俊能不能打赢灰灰一目了然。虽然说啊，打不打赢灰灰演不演我不知道，但是打叶枫居然赢了。不过呢，我不能说居然吧，因为上一次输的也确实输给了叶枫，6比10输的。这回呢10比7赢叶枫，小赢1分啊，小赢1分。这么一看的话还行，可以理解啊。感觉这个何俊啊，何俊确实猛啊，何俊啊。